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这集是我们在富国岛的第2天，准备迎接有着满满行程的一天。上午要到富国岛北边的海星沙滩，从饭店过去大约半小时车程。因为后半段是黄土小路，需要换小巴才能抵达。来到海星沙滩，以为会像海报上这么壮观，结果我们到的地方好像没有。后来才听说可以花钱搭船到别墅沙滩，会有比较多的海星。在码头两旁只有看到一点点海星散布在水中，有好多海胆。店家在这里养殖许多不同种类的鱼。除了海星，这里也有不少打卡拍照点。在富国岛有许多这样的阶梯可以站上去拍照，两旁没有防护，所以拍照时要注意安全。在树荫下吹着海风，欣赏海景。店家有卖现杀的椰子，虽然没有很甜，但还是解渴消暑。遇到卖花生的小贩，好像有点小贵，而且吃起来有点苦。刚好看到店家在喂鱼，好壮观。午餐时间，粤式海鲜8道菜。吃饱后在海上屋休息吹风，很舒服。中午后第一个行程来到珍珠奇幻乐园，是目前越南最大的主题乐园。接下来要介绍珍珠奇幻主题乐园的必看必逛给大家。拿到门票后就要入园咯。乐园主要有6大区域，各自有不同的营业时间。一入园是中世纪欧洲风格的中央城堡区，两旁是商店街，顶上有遮雨棚，可以放心逛街。这里竟然有来自台湾的手摇店。走到底会看到紫色的城堡，样式很可爱。听说在固定时段会有水舞表演哦。城堡右侧有小矮人房屋，里面可以参观拍照。也有小矮人的床铺，很可爱。来到下一个区域是维京地区，有许多维京人的雕像。走着走着就可以看到乐园知名的打卡景点——巨龟水族馆。这只大海龟做得栩栩如生呢。赶紧进到水族馆海神宫殿，准备要看一天只有2场的人鱼表演。水族馆1楼就是超大鱼缸，中间有隧道，可以让人仿佛置身大海中观赏鱼群。表演时间越接近，人潮就越多。
演很精彩，表演者也很厉害。若时间可以对上，记得来水族馆看人鱼表演哦。另一个很推荐搭乘的就是摩天轮，车厢可以4到6人乘坐，大概15分钟转一圈。最重要的是车厢内有空调。当车厢慢慢往上升，就可以看到整个乐园旁边的度假村和富国岛海景。也可以俯瞰巨龟。乐园里有不少设施，有比较温和的，也有超刺激的宙斯之怒云霄飞车可以玩。因为没打算下水，我们就没有往水乐园龙卷风世界走。未经意的发现乐园里美丽的角落。目前平日人潮还不多，设施不太需要排队。傍晚6点半在城堡前会有灯光水舞秀可以欣赏哦。趁集合前逛逛商店街，刚好遇到吉祥物人偶。有来珍珠乐园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些游玩重点哦。趁着夕阳之前，我们来到附近的富国大世界，连同晚间的爱琴湖声光秀有6大看点。这是越南最大的竹构艺术建筑竹子传奇，总共用了42000根竹子搭建。内部看起来非常壮观。旁边的当代艺术城市公园有许多雕塑。往前走到贡多拉乘船处，有好多人。在排队的过程中，也有表演可以看。导游发给我们船票，船会从右侧绕一圈河道，再从左边回来。因为是电动船，所以速度蛮快的。如果在船上要移动，船身会容易晃动。船夫先生边开船边帮我们拍照，两边的建筑搭配运河、贡多拉和夕阳，拍出来的照片都很美。来到先前水舞表演的爱琴湖，就会从这边折返回去。岸上有泰迪熊博物馆，门票没有包含在团费里，要另外自费参观。
导游建议乘船时每人要给2万越南盾小费给船夫。竹枝传奇旁的越式古城门是可以欣赏国粹秀的地方，里面都是越式古建筑。从建筑、植栽、挂饰到穿着乐服的工作人员，营造出非常传统的越式风情。这里是晚间国粹秀的观众席，整排传统房舍都是表演舞台的一部分。因为行程安排，我们没有要留下来欣赏国粹秀表演。离开富国大世界前，经过竹枝传奇，刚好点了灯，比起刚刚又更加神秘。圆顶有了灯光，看起来更加壮观。来到富国大世界，白天夜晚都可以玩得很尽兴。晚餐时间。今天最后一个行程是夜间也去动物园。等到游园车再上一批游客回来，就换我们入园喽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晚上的时候来动物园，全程都会乘坐游园车参观动物园，透过手电筒寻找在黑暗中的动物。马来貘。来自非洲的剑羚、大象、羚羊、工作人员让我们欣赏老虎喂食秀。从这里开始要进入野生动物保护区，动物可以自由地在区域里活动。为了安全，游客不能随意离开游园车哦。好多长颈鹿，遇到年轻的长颈鹿在逛街。斑马们，独自站岗的黄牛首领，不远处就遇到黄牛群，还有小牛。也看到小斑马，鸵鸟，很幸运的发现稀有的白犀牛。回程又遇到喜欢在路中间的长颈鹿宝宝，最后要让我们拿着胡萝卜喂长颈鹿，好不容易才有一只愿意过来。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长颈鹿。真的是很有趣的体验。我们都很喜欢这样夜间乘坐游园车逛动物园的方式，不用走路，也不用晒太阳，只是要注意预防蚊虫，
我们在富国岛的第2天去了很多地方，都很好玩。这一集要在这里告一段落了。下一集富国岛的第3天，我们要到地中海日落小镇，搭世界最长跨海缆车前往香岛。来到太阳世界搭360度景观塔鹰眼，玩超刺激世界最长木造云霄飞车木蛇，以及东南亚最大水上乐园。回到日落小镇等待亲吻桥的夕阳，欣赏超酷的水上喷射器表演。敬请期待下一集的内容哦。